欧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地球上极度反常的一些无重力地区。地球呢是最有规律的一个星球啊，一切都好像是被上帝所安排和掌控的。但偏偏呢，有些地区的某些时候呢，大自然却诡异的极度反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些极度反常的现象是人为制造的呢？还是地球上的科学无法解释的一种神秘现象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地球上极度反常的一些地区。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和程序，虽然很复杂和庞大呢，但是其遵循着大自然的原理，从未有过改变。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地方呢，居然违反了物理学的规律，表现出了诡异、奇怪、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它就是地球上的反重力地区。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啊，有一个奇怪的神秘地带。从旧金山向南160公里处呢，有一个叫做圣塔克斯的小镇。那神秘的地带呢，就在这个小镇上。在2007年呢，日本的地质学家大岛藤平呢和物理学家高宫正彦受到日本政府的委托呢，专程就来到了圣塔克斯镇呢，调查这里的超自然反常现象。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啊，空地呢有一个木质的栅栏门，入口处呢就竖立着怪异地带的一个标识。那2名日本的专家呢走进森林啊，他们就觉得这里其实看上去跟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呢，则摆着2块石板，每一块石板长约半米，宽呢20公分。那2块石板之间的距离呢，仅有半米左右。那大岛和高宫呢，就按照旁边的说明板啊，分别踏上了2块石板。这时候周围的游客都发出了惊悚的叫声，还有不少人掏出了相机，立刻开始给他们拍照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时的他们呢是疑惑不解。当他们离开了石板之后呢，又有2名泰国人就迫不及待地走了上去。这2个人的身高都差不多，都在1.7米左右，他们各站在一块石板之上。这个时候呢，大岛和高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那2个泰国人原本同样的身高呢，现在看上去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居然比另一个高大魁梧了很多。在游客的要求下呢，2名泰国游客再次相互交换了位置。原先看上去很高大的那个呢，又突然变得矮小了。而原先看起来矮小的那个呢，又变得很高大了。那2个泰国游客玩得正起劲呢，他们就一直不停地来回交换位置，身高呢也来回的变化着，忽高忽矮。于是周围的游客呢都无不称奇。那大岛和高宫呢就用卷尺还测量起了2名泰国游客的身高，几乎呢他们其实是完全一样高的。那他们2个呢又认真的用水平仪测量过石板，2块石板呢也是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个人就疑惑不解。离开石板后呢，2个人就沿着坡度极大的一个坡道向上爬，周围的树木呢全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倾斜，就好像刚被巨大的滚轮给碾压过了一遍一样。走着走着呢，大岛就突然就发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了。原来他的身体呢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极度开始倾斜了起来，脸呢甚至都快要贴着地面了。可是他自己呢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走路费力或者是要摔倒的感觉。再看看高宫和别的游客呢，同样也都是步伐稳健。但是在这个怪异地带的中心区域呢，有一座简陋的小木屋，木屋明显呢是倾斜着建的，居然和旁边的树木倾斜的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个木屋外呢，大岛和高宫的身体呢还是不能站直，即使他们用足了力气呢，也都是没有用的，全部都朝同一方向倾斜而去。但大岛和高宫呢都歪着身体的感觉呢，他们自己说似乎比平常还要舒服。当走进小木屋呢，大岛和高宫呢就立刻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立刻拉扯着2个人。大岛连忙就抓住了附近的一个门把手，但是不到5分钟后呢，他就立刻感到了头晕眼花，像是晕船一样难受。那高宫呢就用力跳了起来，抓住了天花板上的横梁。在大岛看起来呢，高宫那个悬空的身体呢似乎也开始倾斜，就像他脚上拴了绳子有人在旁边用力的在拉扯他一样。那大岛摘下项链，他的项链呢也不是自然的向下垂，而是呈现出了自然的倾斜状态。这个怪异地带的导游呢，当时也没有闲着，他就开始为游客们表演。只见导游从木屋的地板上走到了墙壁，抬脚踩在了墙壁上，竟然顺着墙壁还走上了天花板，就像是科幻电影中吸血鬼那样的场景。而导游呢还斜着站在墙壁的高处呢，微笑着朝底下的游客还挥手。游客们也都学他的样子都走上了墙壁。于是大岛和高宫就发现了，走上墙壁竟然是那么的容易。那幕墙的墙壁上有一根探出半米多长的一个木板，木板的末端呢是倾斜向上的，尽头处还放着一个高尔夫球。奇怪的是，这只高尔夫球并没有从高处向下滚落，而是静静地停在那里。
那大岛伸手就想把这高尔夫球推下去，而小球呢被迫往下滚了几圈，竟自动又滚了上来，好像是逆流而上的那种鱼一样。大岛又试了几次呢，不小心将高尔夫球呢碰落，他连忙伸手去接，可是呢这个小球并没有垂直的向下落，而是倾斜着掉在了地板上，让大岛当时哭笑不得。小木屋里还有一根悬在天花板的横梁上的一个粗铁链，末端呢拴着一个直径有半个足球大的一个大铁盘。当然了，铁链和铁盘不是自然向下，而是倾斜的。那铁盘呢也很沉重，高工呢试着用手轻轻地推这个铁盘的时候呢，大铁盘立刻就向前摇晃，而大岛呢只站在相反的方向也用力推，但是铁盘呢却丝毫没动。大岛最后用上双手去推呢，大铁盘也只是不耐烦的稍稍移动了不到1公分而已。最诡异的是，当高工把铁盘推动之后呢，按常理来说它应该是一左一右的规律性的这种摇摆嘛，但是呢它的幅度却越来越小，最后停止了。而这个大铁盘呢却很独特，它在受到冲击后先是按照常理是左右摇摆的，可是随后就不同了，这个大铁盘就开始画起了圆圈，不一会儿呢就朝左旋转，一会儿还朝右旋转，循环不已。随后呢，大岛和高工呢就离开了这个圣塔克斯镇的这个怪异地带，他们回到了日本就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就写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南部的圣塔克斯镇呢，这个怪异地带的公园里面所发生的种种奇怪的现象，都是明显违反牛顿重力定律的。在调查中呢，没有发现人为制造和作弊的现象，但是地球的重力场在这个地方却表现出了极端的诡异。按照我们常识的物理学和力学的知识呢，无法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在中国的沈阳呢，也有这种反重力学现象的地方，被称为怪坡。在这里呢，球和汽车等物体呢会从下坡呢自动往上坡走，而从坡上往下走呢却是很困难。这种现象至今呢都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而无独有偶呢，在神秘的西伯利亚呢，有几名考古学家在卡什库拉克洞穴中却都无一例外的遭遇到了更奇怪的一些事情。当时他们都感到了惊慌害怕，而且还出现了幻觉。他们自称呢是遇到了几千年前的巫师，而不相信此事的教授呢还去了洞中探查，最后呢险些被吓得得了精神失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洞中真的有一些黑魔法吗？凡是考察过西伯利亚卡什库拉克洞穴的专家呢，都有过一些令人惊悚的故事。在洞穴中的某一个时刻呢，他们会无缘无故的感到惊慌失措，继而扔下装备呢，不顾一切的冲向洞口。当人们清醒过来之后呢，却怎么也解释不了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惊慌失措的奔跑。卡什库拉克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呢？仅仅是人在漆黑的地下产生的幻觉吗？专家学者们对这个洞穴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人们观察到了洞穴对各自身体的魔法般的作用。于是呢，巴诺夫斯基教授决定和其他的学者一起亲眼去看一看。还在离洞穴千里之外的时候呢，他就设想的可能是一个地狱的入口，或者是有什么巨大的凶险嘛。可是当他站到了洞穴入口的时候呢，不免有点失望，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陷坑而已。在哈卡西里库斯涅斯河、阿拉陶山的支脉里面呢，这种洞穴少说有几十个。当一进入山洞呢，教授一行人就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行走。洞穴里呢温度很低，泥水呢就在脚下啪嗒啪嗒地响着。要是踩空了呢，就会像走在了结冰的斜坡上似的，有一股力量拉扯你向下斜滑。每个人都担心呢，那个发生在1985年的奇怪事件再次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一年呢，西伯利亚的医学研究所的巴库林呢，带着一批洞穴专家呢来此考察。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之后呢，正依次向洞口走去。最后一个是巴库林，他胸口呢带着专用的防护带，而防护带上牢牢地系着绳子。当他准备向上攀爬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感到了一股凝重专注的目光投到了他的身上。那这个巴库林突然就感到了一阵发热，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可是腿呢似乎僵硬了，又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害怕，不敢看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感到似乎是在被控制的一种状态下顺从了别人的意志。当他转过头看到了一位中年萨满，也就是巫师的时候呢，双方的眼睛距离大约他说就5米。那个人穿的衣服呢是飘动着的，皮帽上还有角，双眼呢炯炯有神还发光，做了一个让他走的一个手势。那巴库林无意识的就开始向深处走了几步，又好像摆脱了魔法似的，拼命的就拉起了绳子来。可是这是他和上面同伴联系的唯一纽带也是请求急救员的信号事情过了很久呢，在他的梦境中还时不时的出现那个萨满的形象，叫他呢跟着这个萨满走。那巴库林的奇遇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新西伯利亚洞穴探索俱乐部的一些年轻人也都有过类似的情况。在一所地下大厅的洞穴中呢，他们也描述曾经和一个黑色的躯体意外的遭遇过。那个躯体急忙的躲进了岩缝之中。当时人们就猜测呢，会不会是洞穴里的空气特殊的化学性质在作怪呢？也许会是某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日光和地理条件下，恰好就出现了某些影像。那巴诺夫斯基教授呢，正是带着这些疑问而进入了这个洞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条裂缝深约70米。绕过这条裂缝呢，必须得经过一段狭窄的斜坡。在斜坡上呢，他们四肢都撑在了地上，双手摸索着前进。而这个地方呢，还渐渐地宽敞了起来。人们在这个洞穴的深处开辟了一个专用的洞穴实验室，探险队员的学者们在那里进行实验、测量和观察着人们的心理变化。在一块岩石上呢，安置着一台磁力仪。学者们就发现呢，这个仪器的刻度盘上的数字呢，居然是在不停地变化着。也就是说呢，洞穴的电磁场是经常摆动的。在众多信号中呢，有一个严格固定的脉冲会出现。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呢，终于就弄清楚了，原来它是来自于洞穴的深处。开始的时候呢，人们以为这只是岩石的地球物理特性来决定的。然而有关专家研究了信号记录后呢，做出了结论说，在卡什库拉克记录到的信号呢，和任何自然现象都无关。具有这种脉冲幅度变化的频率脉冲只能是人工装置发出的。进一步研究又发现呢，记录到脉冲信号的时间呢，和人们出现的神经过敏或者是感到压抑以及惊慌失措跑向光亮地方的时间呢，精确地保持着一致。越往洞穴的深处走，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这种时候在洞口的蝙蝠鸽子呢，也都开始骚动了，在洞内乱飞。当人们注意到这一现象后便有意地将一些软体动物带到地下进行实验。信号刚出现呢，软体动物就蠕动起来了。但是信号来自何方呢？人们找遍了整个洞穴呢，都是一无所获。这种信号对巴斯诺夫斯基教授呢也有着影响。在他开始向洞外爬行的时候一开始都很顺利，只剩不到5米的时候呢，右腿上的自动推进器居然坏了。而这个装置是爬绳用的嘛，当他无缘的悬在洞穴的半空的时候呢，像钟摆似的还来回摆动。当时呢，他靠近这个悬崖壁不可能，往下走也办不到，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往上爬。于是他痉挛着抓着这个绳子，慢慢的挪动着身体。同伴呢为教授照明，其身体和灯一样高的时候呢，灯还忽然熄灭了。随着闷沉的啪一声呢，他飞身向下，绳子居然断裂了。好在保险绳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也多亏同伴在教授急速下坠的时候还拉住了他。当教授躲过了这一次惊险走出洞穴之后，脑海里久久的就一直在回荡着他出洞之前的那个遭遇的画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性能良好的自动推进器怎么会出故障呢？手电筒的灯光怎么会在关键的时刻熄灭呢？绳子上起支撑作用的扣又为什么会滑掉呢？是不是因为他比所有的人更多的嘲笑过卡什库拉克的秘密呢？也许在这个洞穴的深处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史前生物呢？他们用他们的史前科技呢来抵御外来的侵入和打扰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